好，这个我们今天3部曲最后一支了，对，那个罗杰·杜夫又再度出现，对，罗杰·杜夫再度出现 Roja， 对，那这一支是有多么的贵？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？要讲价钱吗？讲一下国外的价格好了。提奇列夫哦，提奇列夫就是他。讲一下他的小故事哈，他曾经有访谈的时候说到他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支，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。创作者说他自己最喜欢，就是罗杰·杜夫本人啊。啊，对不起，什么那个先剧透，来，我们慢慢把它打开好。好，一定要慢慢的吗？好，你可以快一点啦。对。噔，哇，四角屏，哇，这打开来是这样，你看。我觉得应该跟俄罗斯有一点有一些灵感上创作的关系啊，因为你看这里这个盒子上面出现这个金色的浮雕，又是一只俄罗斯的双头鹰了。哦，是。好，俄罗斯的双头鹰的意义是，它虽然是以莫斯科为主，但是你看它看着西方，又看着东方，它是横跨东西，全世界最大的国家，对。就以它的地理位置来说，它是左右逢源的意思了。对，对。它看着东西两边。对。啊，这只在它3个系列，它有一个是小不列颠，另外一只是果香调。那另外一只有女娲，就是女性的，我一讲女娲补天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那个就贵耶。对，他们是同一个系列的。真的，这跟女娲是同一个系列。对，同一个系列，吉列杜夫。那你看上面的黑宝石又是黑色，然后配上金色。哇，你今天完全带黑宝石来的，对。对 ，OK。有很好看，它的瓶子挺好看的。对，那表示我们之前的罗杰·杜夫应该差不多快回来了，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好钱了。好，那这一支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，为什么你会收这一支？第一个，其实之前就有人。说过了，但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还不要去接触这个品牌，因为我还有太多没有去完成的。是。那随着时间进展，慢慢就毕业了，那就开始可以向更高的去迈进 next level， 是不是？往下一个层级了。对。那后来女神 PO 这支，我就马上就加了，我第一个加的。第一个加的。那后面有很多人跟单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太贵了。所以这支到底有多贵？肯定是2万块啊！是哦。对。哇，那待会2万 UP， 那待会喷小力一点哈，不好意思给你喷太。这个我早就付钱了，我知道你要喷5下，对吧？不，这个我已经付钱了，不用喷5下了。对，我们要喷。吉列杜夫是，喷一下，喷一下。对。哇，有没有人要来喷吉列杜夫？吉列杜夫，怎么也是？你要不要？柑橘皂香，是我中午去洗碗洗太多了，现在怎么都是皂香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皂香啊，对我讲错吗？早期的皂香，早期的皂香嘛，对嘛？哎呀，你看，所以不是我早期的沙皇，不是我肥皂精用太多哈。林心地要不要？林心地快。林心地他今天喷的应该是那个麻辣锅煮香肠哦，麻辣锅的哈，还有猪颈肉再加鸡翅，对。哦，那个已经冲进口罩里，对，有。哎，这里面有没有全香？有没有全香？看一下。哇，等一下你会念死，我不管你。办公室旁边已经开始都闻出来，闻到。对啊，这是比较老式的香水。对，大概就是19或18那个时期。对，就是跟我们前几天拍的那个香奈儿的哦，就是 Coco 啊那些年代。
带微微全香的那个味道。对嘛，有点全香嘛，是不是？这一闻就是皇室贵族的香气，就是那个对，就有那种干净的皂香在里面，没错。然后皂香感，它的香调，你就要辛苦一点了哈。是，我靠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呢，要求我。好来，我还是为各位把它那个走一次。前调小茴香、香柠檬、龙蒿是不是？对，橙、青柠。中调是依兰、桃子、茉莉、玫瑰、天芥菜、紫罗兰、黑醋栗跟晚香鱼，酷哦，这个中调。那尾调其实就走的也很丰富，对，很赞的。哇，来尾调有橡树苔、果子狸、皮革、麝香、丁香、劳丹枝、广藿香、安息香、香根草、麝香锦葵、秘鲁的什么被挡住了啦。秘鲁的什么嘿，然后玉创木、香草、苏合香、雪松、肉豆蔻荷仁、檀木，哇，真的是很像在念那个军备清册的感觉对，火力香材清单对，还是要去买什么菜，买什么菜的感觉，对，好。来多说说看。重点是它就是一个复奇香调，我一闻就知道是个复奇香调，然后是有一点老香水的感觉，老香水的感觉，老香，因为老香基本上都是料好实在的。对，你还是要拿高一点，因为这个这么贵的要在镜头上。哎，对，罗杰杜夫哈，罗杰杜夫，哎，所以重点是它这个系列应该叫帝国系列哈，帝国系列3支，它其实它的定位其实很清楚。就是小不列颠大概就是果香嘛，就是比较中性。是，那女娲我都不用说，那一定是往女的那边去偏啦。OK，那这一支呢？吉野杜夫当然就是哇，男性啊，男性，他心中觉得理想男性的香味应该是这个味道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你说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？他自己说他最得意的作品。好，那这一支帮我们多说一点。除了在这个就是刚刚林心地有补充说明，说这个大概就是在90年代或者是80年代那个时候最 popular， 大家接受度最爱的一种香调形态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支的，我觉得它没有全啦，它的那个全的感觉应该是众多香材营造出来的，因为太多香材了那应该这种东西，罗杰杜夫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你光看它的香调表，你是想象不出那个味道。对。我们不管是之前拍那个古龙啦，那个五色鸟的古龙，我们光看那个香也是这么长，然后问你什么味道，你也是想不出来。对。所以罗杰杜夫，我必须说，你一定要实际闻过之后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复奇香调，然后它这一支大概我觉得它最满意的就是因为它的调香技巧。有4调吧，应该这个4调是跑不掉。对，真的。对，一支香水不止基本上都3调嘛，对吧？还有延长赛的。对。因为女神是说它跟交响音乐一样，会有4个篇章4个篇章，需要细细的品味。对，因为这么丰富的香材，对，这么高昂的售价，不是我们这样一喷个1、2下就可以，是马上就可以。那么容易被我们参透的，对，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品味一下，去想一下这个味道。对，尤其你这几支就特别的贵，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时间酝酿，再来排后调，我觉得才比较准啊。对，因为光这个前调现在可能远没有走完了，因为可能差远了，差太远了，对，差远。但是现在目前很明确，就是它的前调确实是照着香调表在走。对，我目前闻到了。对。实际上是如此了，因为柑橘跟柠檬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什么？龙松龙松啦，对啊，龙松，对龙松。它的前面应该，但是它前面有小茴香了，对小茴香是，所以有点带一点清香在里面的。OK， 所以我们可能要。过一阵子，不是过一阵子，我们可能要休息一下，然后让它这个前调走完之后，我们等明天再来拍后调，然后这个先放在这里，对啊，先让大家试拍。那个今天赶快来那个只限今天。这个
没有办法15下，我必须说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不用这个太强了，不用15下。这个实在太强。对，那你讲一下这一支男生用、女生用。我觉得它偏男生取向啦，因为你看它在这个系列，它自己就分好了，一支就是果香中性的，那这个是男性的，女娲就是女性的，对啊。它在产品的定位上，其实它已经做了一个分界了，分界。当然，你说你可不可以跨过这个分界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。是，你觉得这个味道你闻了很舒服、很愉悦、很高兴，对。为什么不可以 ？OK， 对，那场合呢？建议怎么样？场合这个可能要比较正式一点。我觉得这个需要正式一点。它不是个，它就是一个 gentleman 该有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个可以在衣着上太轻松的，然后喷这个，因为还有它需要一点点社会地位，我觉得才把这个香水撑得起来了。是，而且这种社会历练，对，也有一点社会经验，对，它才可以把这个香水撑得起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都还不太适合，我们还没有到这个，我们没有什么社会历练。对，我们两个还都是社会小白兔，对吧？小白兔，对，社会小白兔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穿着可能要稍微正式一点。那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正式的场合，喷的香水，它没有这么的轻松，对，愉快。那它需要一点，可能都是在做正事的时候，或是稍微正式，因为白天当然我们工作的时候一定是正式的场合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那晚上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正式的场合。是，对。那它是比较正式一点的香水，很适合。如果你说去，今天晚上的餐宴是在通豪大饭店，那就东方文华，对，那就可以用这一支。对，金华酒店的晚宴，对，或是你去参加什么 piano bar。或者你去参加什么某某车厂的发表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，对，不过我是怕车厂发表会他们不太懂欣赏了，对，就稍微正式一点了，再正式一点，对，这个重机油味啊，要喷你那一支那个西决夫的那一支，跟那个联名的那一款，摩托车那个，对。其实我光看。讲到我们刚刚拍上一支同名蓝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看，类似的味道，其实他就有讲机车那一支，就是那个阿古斯塔那个，但是你看我们刚刚闻了，其实不太像，不太像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支前调先介绍到这边，因为我们今天喷的香水真的大部分除了第一支，大部分其他都是副期香调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时间，对，一点点时间。好，那回头5个小时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后调来。没问题啊！拜。来，我们回到了吉列杜夫哈，吉列杜夫，罗杰先生的最爱，他的最爱，罗杰杜夫先生，迪奇列夫啊，好，这样把它打开，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拍的3支，最强烈的一支，它的香气一喷出来，我们可能只喷了一下，但是那个扩散啊，非常惊人。是。那这支我必须要讲一下，这支可能比较适合，就像我们在前调说的，稍微有点社会历练，而且是，它是一个蛮正式的香水。它是一个蛮正式，它不是那种可以穿着 T 恤啦，然后卡其裤啊，就可以驾驭的香，它比较适合所谓的正装啦。它更适合所谓的正装。是，因为它的气场异常强大。异常强大。对。那我觉得这一支跟17的同名男，老实讲走法有点像呢。都是顶级男香，都是在那个你所谓的像，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 type， 其实是非常类似，就是走的就是最顶级的男香，因为那个其实已经100ml已经跟他讲真的是。应该是可以列在所谓同一级里面的对比啦。是，就像我们会去买车，他们都会有所谓对比的对手。我觉得他的100ml，因为我会买50ml，是因为队形的关系，因为我都是收50ml，所以我不会一下大一下小，所以我就只能收50ml。对。但是因为这个，我就基本上都收100ml啦，所以差别是在这里。但是他们的所谓的类似点。
就是营造出来的那种高贵感，营造那种高贵昂贵的感觉。那香气的呈现上，那这个会比同名兰要更正式一点，应该讲更正式一点。是，对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就是我还是闻得到稻香而且这个稻香就是它其实它是负奇香调了，它应该是负奇香调，就是你刚闻到这个味道，其实很难。讲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组成的，很难去抓到一个对主调了，所谓的主调，对一个主调，它就是一个非常负奇的香调。你看里面拉里拉扎，几乎好像在念一个香材清单一样，你很难从香调表看出它是什么调。我只能说它是一个负奇香调。那这个气场，我必须说异常强大，会比那个它的乌木系列，它也有三个，它也有3木嘛。就我们之前拍过的有，琥珀乌木是麝香乌木，原版没有拍嘛，原版没有拍，但是你会觉得罗杰杜夫先生的乌木系列反而要比这个更温柔一点，对不对？它是更中性一点，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 man 的一支香水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它这个 man 又不到。不是那种留着络腮胡啊那种，对，不是，对，没到那种程度，对。那它你说它强大吗？也不至于像乌木那样的强大，对，它没有那么深沉，也没有那么黑暗嘛，是。它大概是扣除掉乌木系列，我那些乌木系列里面大概表现是最为强大，就是一些果香、花香这些加起来。大概最强大的香水，因为你看它的香调就是麝香啊，然后一些雪松啊，然后香根草啊。对，你要把香调表再走一次吗？你要念吗？就算了啦。好啦，给大家看了，但是不要再念了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大家已经看过了。对啊，就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满满的这个香调清单，对啊。对，所以你要说这个有某一种主轴，坦白讲。很难说不可出来，对，连我可能闻的还不算多，但是我实在是闻不出来它主调是什么。但是可能它所谓讲究的就是它这个调香的技巧是在4调的走法、3调的走法上，是截然不同。那会有阴阳顿挫，会有高低起伏。OK， 那这样我问你好了，那这个后调跟前调，你觉得它在使用上有没有不同的落差？本来你觉得前调它是一个，它其实转折很大，转折非常大。那它现在转的也，真的跟实际真的有点，它现在转的稍微有点花香，就前面那些柑橘调也走完了之后，现在其实真的还蛮花香的。是，然后还有点果香。你本来说适合这个正装嘛，或者是比较一些社经社经地位身份了才合适穿嘛，对吧？你讲话快一点。有改变吗？没有，它是一个白天是一个纯粹正装的装扮，晚上可能还是需要燕尾服的，要有那个封腰的正式的。对，那这支白天合适还是晚上？我觉得它没有所谓白天跟晚上的分别，那它只有服装的分别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香水。是，然后气场异常强大，就算它是一个很多人聚会的场合，不管是会议啦，还是参访行程、简报的行程，跟所谓晚上是一个晚宴或是一个宴会，你只要喷上这支，都没有办法忽视你的存在。是，对，好，都没有办法忽视你的，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就是罗杰杜夫先生心里所谓完美男性的香味，所以他才说他最喜欢这支嘛。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些微烟草的味道嘞？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有，因为我有闻任何男香该出现的元素，我想都会出现在这里。因为你看有这个社会地位的男生，多少这个烟味的场合跑不掉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可能不会抽香烟啦，已经是雪茄了。是。对，那我这在里面闻到了一些，就是雪茄这个 tobacco 的味道有一点飘散出来。对，高级雪茄，对，古巴制的，所以才会那种
才会这位罗杰先生说，这是一个男生身上应该要有的味道。哎，我觉得他讲的确实是事实。对，因为那个年代，我现在他在创作这个时候，室内还没有禁烟嘛，对不对？飞机上也都还可以抽烟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年长了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烟味缭绕在他们身边是经常有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确实，如同豪哥建议的，你有一个合适的年纪，例如38到50多，我觉得这个区块这一支应该可以拖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然后你可能是不管是晚上要去有任何正式的场合，或是白天有正式的场合，对，这支都非常非常适合，非常适合。OK， 它霸气，但是不扰人，霸气不扰人，对，然后营造出来的那种高级感跟所谓的嗅觉记忆感，真的是技能满满。我只能说，它调香的技巧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了，是非常棒。 OK， 当然它的价钱也对，也调得非常棒，也调得非常棒。对，来，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里面？这个真的，我觉得它是负奇香调，对，负奇，我实在是讲不出它是。也许我闻的还不够多，所以我真的是现在讲不出来，都直接把它丢到负奇香调去就对了。就西普负奇香调，我必须说西普负奇香调，对，西普负奇香调，对，0到10，我给他12分啦，因为可能我的年纪会更适合，就是40岁以上。是 ，OK， 好。刚才那个可能还稍微下降一点，对。那您呢？我觉得这是确实是负奇香调，然后因为你很难一个用3言2语去把它的香调说清楚，但我还是要给它一些烟草烟熏感在里面，因为我确实有闻到，一个成熟。因为负奇香调最有趣的是，在我身上跟在你身上那个味道是非常差异会很大，对，差异会很大，是，对。那这一支我会给它9.6分，为什么给9.6分？豪哥给12分，差别在于我还没超过38岁，豪哥已经介于38到50之间这个区间。我都52，你不要乱讲的。所以他撑得起这一支香水，这我相信应该是他会喜欢的。对。那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可能它带一点烟呢 ，tobacco 嘛，这些烟的味道，这不是我热衷的味道了。但是纯欣赏角度，这绝对是赞的。而且这支非常适合大型简报的时候，就20人以上的时候。对，是。你站在前面，然后拿着雷射笔在那边用着PowerPoint在那边点那个介绍说，对，异常适合，对，感觉非常的有成就。对。OK， 好，那非常谢谢豪哥特别为大家带来这一支罗杰杜夫先生的。他最喜欢的男香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叫什么，因为不然你念好了，不然你念来你念，因为是，这个迪奇列夫啊，迪奇列夫啊 ，OK， 迪奇列夫，非常谢谢你，待会30秒见，拜拜。